咁目前市場就高達有80%嘅預測就會認為聯儲局就會喺9月開始一個降息嘅週期啦。咁就預計呢個降息嘅幅度就係50個基點。不過從數據嘅角度嚟睇呢，25個基點嘅降息呢就似乎係更加合理咯。不過就係呢種預期同實際上會帶嚟一個市場失望之間嘅落差呢，就啱啱反映出呢市場同聯儲局之間一個信任嘅危機咯。有別於同前任嘅耶倫啦或者貝蘭奇，咁鮑威爾呢就唔係一個學術派嘅經濟學家嚟嘅，佢嘅背景呢更加偏重於法律同埋投資銀行啦，咁令到佢呢對於經濟預測呢有一種好自然嘅懷疑，而佢更加傾向相信呢市場係判斷經濟週期一個晴雨表啦。不過呢種哲學呢，去到2018年12月呢，就導致咗佢嘅政策呢急轉彎。咁當陣時呢，雖然公開表態呢可能係會繼續加息啦，但係市場嘅劇烈反應呢，就迫使咗佢喺2週之內呢，就宣布咗停止加息，並且呢，喺2019年呢，就累計呢減息咗75個基點嘅。咁喺疫情之後啦，鮑威爾對於金融市場嘅依賴呢，似乎係突然間消失咗。即使喺2022年全球股市持續下跌啦，以及呢喺2023年區域銀行危機不斷啦，咁聯儲局呢係依然堅持係加息嘅。顯然呢，鮑威爾呢係唔願意成為另外一個伯恩斯，後者係因為喺70年代未能夠有效控制通脹呢而飽受批評。咁鮑威爾嘅行動呢，似乎係話俾市場知呢，佢係唔會犧牲40年來呢聯儲局建立對於抗通脹嘅信譽嘅。咁雖然呢，鮑威爾曾經表示啦，單一嘅數據呢係唔會決定貨幣政策，但係接下來2次嘅通脹數據呢，將對9月嗰個嘅會議呢係至關重要啦。如果消費者物價指數持續下降嘅話呢，市場可能係會暫時鬆一口氣咯，期待一個寬鬆嘅聯儲局。不過呢，如果通脹數據高於預期，咁市場呢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可能唔太會大幅減息嘅聯儲局啦。咁即使而家市場普遍係睇好呢個孳息曲線係會變斜啦，咁但係鮑威爾呢依然係堅持佢近期嘅政策立場嘅，呢個策略可能係會適得其反。此外呢，鮑威爾亦都唔可能因為近期股市疲弱呢而改變策略。聯儲局呢通常會喺高收益債券利差超過500個基點嘅時候呢先會出現個轉向，而喺呢個水平目前呢係遠遠未達到嘅。喺市場流動性惡化情況之下呢，聯儲局可能會選擇立即結束呢個量化緊縮計劃，而唔係簡簡單單咁樣降息50個基點咯。總體嚟講呢，透過數據鏡頭呢，我哋可以呢更加清楚去理解鮑威爾決策嘅路徑。即使呢市場係充滿期待啦，但係聯儲局鮑威爾嘅貨幣政策呢，佢嘅旅程呢，似乎依然係充滿曲折同埋未知嘅。